纤维化呢，根据目前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它是有可能逆转的。大家好，我是刘玉芝医师，欢迎梁博成医师来到照护线上。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梁博成医师。请问 B 肝患者在产生肝硬化之后，要如何治疗 B 型肝炎？首先，我们第一个要知道，到底有没有肝硬化？那有没有肝硬化，需要做一个纤维化的一个扫描。那这个是非侵入性的。那如果做完纤维化扫描，那判定是可能是有肝硬化的现象，那我们后续会建议用一个口服抗病毒药的治疗。那所以需要来就医，那找肝胆胃肠专科的医师，那先做一个肝脏B 型肝炎病毒的一个检测。那 B 型肝炎病毒检测如果是验得到的一个病毒定量，不管是低或者是高，那目前的一个专家学者都会建议要使用口服抗病毒药，那做一个治疗。那这个口服抗病毒药也是健保有给付的部分。请问肝硬化要如何追踪照护？慢性肝病的患者，我们都会建议每半年要做一次超音波的检查。但是当你肝病比较严重，产生肝硬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每3个月到4个月要做一次肝脏超音波的检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除了超音波之外，也会建议要定期追踪胃镜，因为肝硬化的患者，他可能会产生胃食道的静脉曲张，所以我们会建议可能1到2年要做一次这个胃镜的一个检查，去看看是否胃或食道有这个静脉曲张的现象，因为静脉曲张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出血，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固定的胃镜的一个追踪，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第一个超音波，第二个胃镜的一个规则的追踪。请问肝硬化要如何治疗？那首先我们要避免肝硬化越来越严重，那所以如果是有这个喝酒的习惯，那必须要戒酒。那如果是有病毒性肝炎的状况，像我们在台湾相当多的患者有 B 型肝炎或 C 型肝炎，如果你的肝炎还是有这个病毒检测得到的话，那都需要做一个抗病毒药的一个治疗。那再来就是说生活当中的饮食，那我们知道有一个毒素叫做黄曲毒素，那这个黄曲毒素呢，可能会在一些豆类或花生的一个加工制品当中，如果它的一个存放管理不当，那有可能会产生这个黄曲毒素的这个物质。那所以我们要尽量少吃这个加工的食品，那多吃一些原型的食物，那这样会对于这个肝硬化的一个治疗或照护是会有帮助。那再来就是说，有些人是因为脂肪肝造成肝硬化，那我们知道脂肪肝最重要的一个治疗就是必须要做一个体重的管控。比方说，你如果原本是80公斤，那建议你体重降个5%，也就是降个大概4公斤左右。那体重做一个良好的管控之后，你的脂肪肝也会减轻，那也会对你肝脏的发炎或者是肝硬化是会有帮忙的。请问肝硬化能否逆转？肝硬化它就是肝脏有纤维化，那纤维化呢，根据目前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它是有可能逆转的。那比方说 B 型肝炎，如果我们有在使用长期的口服抗病毒药物，那如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肝功能有渐渐的恢复正常，它的一个病毒的相关指数有降低的现象，那我们是可以观察到它的肝硬化的现象。那有许多的病人呢，他的肝硬化的这个等级呢会有下降的一个趋势，所以肝硬化是有机会逆转的，肝脏是有机会变得更健康的。我的门诊当中就有一个患者，那他来我的诊间的时候呢，那他因为患有这个肝硬化，那他平常呢也会亲朋好友去介绍他可以买一些补品。那他来到我的诊间的时候呢，他就拿着一个袋子，然后那个大袋子里面就装了我看至少有7、8罐的药物，就摆到我的桌上，然后询问我说这些药物到底可不可以吃。那我一看它这些药物的成分呢，可能
都有10几种。那其实这种成分比较多的一个药物，那是太复杂的一个状况，有的时候药物之间呢会产生许多的交互作用，那对我们人体、对我们的肝脏其实不一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那最好呢还是跟医师做请教那我们会把这个药物做一个比较单纯化的一个调整那也是用目前健保核可的一些药物像是我们有提到的肝炎的一个抗病毒药，那就是一个经过健保核可，那经过许多国内外研究证明，那它是对我们的肝脏是有帮忙的一个药物所以一个重点就是尽量不要服用这些来路不明的中药、草药或者是很多成分的一个补品那减少这些的摄入，对我们的肝脏避免产生更严重的一个危害。感谢梁医师来到照护线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